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马资源。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马资源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马资源 Malaysian Resources Corporation Berhad， 简称 MRCB， 成立于1969年。早期的名称是霹雳碳化物 Perak Carbide Sdn Bhd， 主要从事制造碳化物。大众银行的创始人郑宏标也是股东之一。2年后，也就是1971年，霹雳碳化物在吉隆坡证券交易所上市。到了1981年初，马华前马青总团长兼前贸易及工业部副部长季永辉收购了霹雳碳化物，并将其更名为马资源，维持主板上市公司的地位，代码为1651 MRCB。 在季永辉的带领下， MRCB 从制造碳化物转变为产业发展，并且快速的成长着，但同时也伴随着大量的债务。到了1986年，债务总额已经达到大约4800万令吉。为了周转其债务，季永辉动用了与马华工会有关联的青年经济发展合作社 Koperasi Pembangunan Ekonomi Pemuda Malaysia Berhad Komuda 的资金，以高于市场价格购买 MRCB 的股权。顺带一提，当时季永辉正式担任 Komuda 的主席。到了1987年2月，季永辉因涉及 Komuda 的合作社失信罪而被捕，并在隔年被判处2年徒刑。这就是马来西亚在1980年代轰动一时的合作社风暴 Deposit Taking Cooperative 其中之一的事件。有兴趣了解合作社风暴的朋友，在描述栏可以找到相关影片的链接。转眼间到了1990年代， MRCB 被一家由巫统成立的幕后公司 Realmal Malaysia Sdn Bhd 掌控，从而变成了政治工具，控制了马来西亚的媒体公司新海峡时报New Straits Times Press 以及第三电视台 TV3。 凭借着政治影响力， MRCB 当时甚至拥有了延昌国际 CIMB 和马拉科夫 Malakov 这些大型资产，并在1996年与 Kereta Api Tanah Melayu KTM 组建了一家合资公司来建设 KL Sentral。 但是好景不长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1998年的大马政治变动，使到 MRCB 的业绩每况愈下。到了1999财政年， MRCB 蒙受了超过14亿令吉的亏损，背负着高达9亿令吉的短期借贷，而现金及银行余额则只有区区的3800万令吉。最后到了2005年1月，马来西亚雇员公积金 EPF 出手购买了 MRCB 28% 的股份，将其股份增加到 30.35%， 以拯救该公司。此后 Realmal 也不再是 MRCB 的主要股东，但是 MRCB 仍然和巫统脱离不了关系，在以巫统为主的国政政府手中持续接获大型工程，如轻快铁延长计划、东部疏散大道、吉隆坡体育城等等。可惜的是，在2018年5月9日马来西亚全国大选后，由于国政政府的倒台，导致 MRCB 的股价一度暴跌，从每股1令吉跌至50仙左右。截至2020年， MRCB 已经上市了接近50年，虽然经历了各种不同的高幅迭起，但也创造了无数的光辉，如今已经可以作为马来西亚领先的房地产和建筑公司之一。MRCB 目前的业务主要是在马来西亚的槟城、霹雳、雪兰莪、吉隆坡和柔佛，以及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业务共分为3个不同的部门，分别是物业发展与投资、工程、建筑与环境，以及设施管理与停车场运营。MRCB 的物业发展与投资部门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在2019财政年占据了公司总营业额的48%以上。在众多的物业发展中，最具代表性的杰作便是吉隆坡中央车站 KL Sentral。KL Sentral 是吉隆坡主要的公共交通枢纽，连接着 KL Monorail、KTM Commuter、LRT、MRT 以及通向吉隆坡国际机场的 ERL 快速铁路，每日的平均人流量超过20万人。
MRCB 的其他项目有吉隆坡八达岭在野郊区的住宅和商业综合发展项目 PJ Central Garden City， 槟城北部城市的交通枢纽 Penang Central， 靠近 MRT Line 1 Sungai Buloh Kajang 的 Quasar Central， 以及与 Sungai Buloh 和 Putrajaya 之间的 MRT Line 2连接的 Cyberjaya City Central。 另外MRCB 的业务投资活动主要是通过持有商业房地产投资信托 MRCB Q REIT 27.94% 的股权，从而作用实作价值21亿令吉的建筑物。MRCB 的工程、建筑与环境部门通过设计、建造和承包，可以完全控制公司自身的物业开发项目，从而确保质量、预算和时间上充分地符合公司自身的要求。除了建造商业和住宅建筑，这部门的基础设施开发方面也拥有良好的记录，包括建设铁路和公路运输基础设施，以及高压电力传输项目，例如架空输电线路、变电站和地下电缆等等。至于环境业务，则是负责河流和沿海地区的修复和洪水缓解。截至2019财政年，工程、建筑与环境部门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58%左右，是公司的最主要收入来源。MRCB 的设施管理与停车场运营部门已经成功建立了自己的品牌，为综合交通枢纽以及知名的商业和住宅区提供管理、维护和安全服务，还有经营这17个停车场，当中包括管理超过14000个停车位。截至2019财政年，这部门为公司贡献了5400万令吉的营业额，相当于总营业额的4% 左右。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MRCB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MRCB 在2020年第一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2亿3405万令吉增加了 81.9% 至4亿2575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414万令吉上扬了 278.4% 至1565万令吉。营业额的增加主要归功于物业发展与投资部门比去年增长了 178%，原因是澳大利亚墨尔本的产业发展计划竣工和完成交付所致。另外还有工程、建筑与环境部门的收入也比去年增长了 32%。这部门的大部分收入来自 Damansara Shah Alam 的高速公路、位于 Quasar Central 的 EPF 总部、Suki 高速公路以及 MRT 捷运等项目。至于净盈利上扬，主要是因为营业额的增长率比支出费用来得高，以及财务费用也没有额外的增加的缘故。只不过这一季度的税务费却比去年高出了不少，原因在于地盐税上涨的关系，导致净盈利的赚幅被拉低了。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3个月前稍微增加了 0.78% 至85亿4196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留意到，大部分的资产是公司在物业上的投资，用于物业发展的土地库存，以及预期完工和已经完工的物业库存。另外，公司也有高达8亿令吉的合约资产和5亿令吉的流动现金，以及9亿令吉的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深入了解后可以发现，大部分的应收账款来自于物业发展以及工程、建筑与环境部门，而物业投资、设施管理与停车场运营部门则占少数。持续追踪可以发现，物业投资、设施管理与停车场运营部门的应收账款中，只有 13% 左右是按期收回款项的，另外有超过 50% 是逾期1年还没收回的款项，而公司也预计当中的 65% 是收不回来了。至于占据大部分应收账款的物业发展以及工程、建筑与环境部门，公司则没在季报中给出详细资料，只是提及违约风险是很低的，仅此而已。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3个月前上涨了 1.28% 至37亿0218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出，主要的负债来自于长期和短期贷款，以及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总额大约28亿令吉左右，占据了总负债的 75% 以上。
当中较为紧张的莫过于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还有短期贷款了。虽然季度报表没有提及到，不过对比2019财政年年度报表可以知道，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的信贷期为14天至90天，而短期贷款也就只有1年的期限。对于只有5亿令吉的流动现金来说，公司的资金似乎有些告急了。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支出在这一季度比去年减少了31%，至1亿0245万令吉。从表中了解到，现金流处于负数，是因为公司向客户们收取的现金是少于支付给供应商和员工们的现金的。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就从去年的196万令吉暴增了503%，至1182万令吉。现金支出暴增，主要是因为公司在这一季度从联营公司和合资企业中获得了股息。Financ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则从去年的现金支出转为现金流入，现金流一共比去年增加了1亿5283万令吉，至6731万令吉。从表中可以发现，公司这一季度加大了贷款的数额，另外也减少了偿还贷款，以至于拥有了额外的流动现金。也就是说，公司的现金流主要来自于股息和贷款，营运方面则没有为公司带来任何现金流入。这样的现金流状况似乎对公司的前景不太乐观。总结来说， MRCB 是一家从事物业发展和建筑工程的上市公司，有着近半个世纪的历史，可以说是这行业的领导者之一。物业发展与建筑工程则向来都是社会迈向进步的重要行业，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有着密切的关系。倒回来看 MRCB 的业绩，可以发现近2年的业绩是在退步的，2019年的业绩甚至比5年前更差。虽说近期的房地产和建筑业行情持续放缓，但是同行的几个建筑业公司，如 Gamuda、IJM、EcoWest、Suncon 等等，都表现出不逊色的业绩，那么就应该是 MRCB 公司本身的问题了。其实不难发现， MRCB 的业绩是在2018年大选后开始下滑的，原因是西蒙政府重新审核了许多大型基建，而这也证明公司之前太过于依赖国政政府，才导致了今时今日的局面。另外加上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肺炎疫情， MRCB 要恢复到昔日的光辉时代，可能还需要一段时间。就让我们拭目以待 MRCB 未来的发展吧。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如果喜欢我的影片，请点个赞、留言及分享出去。还没订阅我的朋友，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还有记得开小铃铛，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我的每一部影片。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一期见。